本期视頻您將看到8D 城市、仿真屏幕、回鍋巔峰、全速延误。好的，各位晚上好，我是虾，歡迎來到重慶。我其實當天下午才剛從銀川飛過來，前幾天一直在那邊拍攝這些不知道哪天就會突然退役消失的老家伙們，尤其是這些草方塊、韶山3、西昌那幾代退役之後，全國就只剩沙坡头這邊能見到了。重慶真的是一座很有意思的城市，在天上跑了地鐵，不知道人在第幾層的導航，還有一猛子扎楼裡的單軌列車，值得專門停下來看的東西太多了。可惜我只停1個晚上，明早就要乘坐王牌列車特10次回北京，所以更多有意思的東西還是等下次夏天晴天的時候专门再來一趟吧。倒也不必有過多遺憾，畢竟特10的餐車可能是现在全國最好吃的火車餐車之一。明天咱們看看到底有什麼好貨。好的，各位早上好，我還是虾，這裡是重慶西站。早上起得晚了點，今天就不在外边欣賞车站的外觀了。重慶西站一共有29個站台，不知道我們的特10會被扔到哪兒。現在列車已經開始檢票，如果是被扔到了車站另外一端的那個站台，那就會非常趕了，所以我們還是趕緊進去吧。還好，特10今天被放在1站台，一進門就是。作為重慶歷史上的第一趟进京列車，這個待遇也是很可以了。特9、特10次的前身是1957年開行的北京至西安的45、46次列車。1958年時，列車延長至重慶，趟趟爆滿。1969年，列車車次變更為9次和10次。2000年時，進一步升級為快9、快10次，最終於2001年變成現在的特9、特10次。以前這輛車曾經從老重慶站或者說菜園壩站出發，是很多重慶人回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後來列車改為重慶北站始發終到，並於2019年時因为重慶北站改造又挪到現在的重慶西站。現在是上午9點整，再過22分鐘，特10次就會從重慶西站出發，在重慶樞紐內駛入襄渝線，走達州、萬源、安康、十堰一帶到襄陽，在襄陽換機車並換向沿交柳線往北開到洛陽，進入隴海線，再向東行駛到鄭州站。在鄭州，列車再次更換機車，並再次換向駛入京廣線，一路向北，跨過黃河，路過石家莊，最終於明天中午11點27分抵達終點北京西站。全程2073公里，正點用時26小時5分鐘。作為特快列車，本車的車廂用的仍然是歲數應該比我還大的25K 車廂，然後包廂裡連電源都沒有的，指不定哪天就突然要說再見的那種。2014年的刷綠潮之前，這些車都是非常漂亮的紅白藍塗裝，後來就全部變成了現在的橄欖綠。別的功能有沒有我不好說，但這個顏色確實非常耐髒。不過今天的車體看起來倒是很乾淨，窗戶都不像是需要再擦的樣子。真正讓我不知道說什麼好的是機車，25K 最高時速能跑到140，但特10重慶7出發了當班機車卻是最高時速只有120的合黑電3C，就有一種在車裡邊坐了個勒克萊爾，但是開的車是個10風1000的感覺。我不知道這個班是怎麼排的，按說襄渝2線都修完了，160的動車都滿地跑了，怎麼會拿只能跑120的機車拉一個140的 T 車？太見鬼了！一會兒看看到底是個什麼情況。9點22分，特10次準點由重慶西站1站台發車，下一站是2個小時後的廣安站。但其實重慶西到廣安也就125公里，不知道這2個小時要怎麼在路上耗出來。眾所周知，重慶是一座山城。之前從沙坪壩坐高鐵去成都時，列車剛從位於地下的站台中鑽出來，就跑到了天上，看得我一愣一愣的。但重慶西這邊的地形並沒有沙坪壩那麼離譜，出來後雖然也是連綿的山谷，但並不會像沙坪壩或者市區的某幾條地鐵那樣有非一般的感覺。不過山城的景色確實是獨一份，在列車離開主城區之前，我們還是抓緊時間繼續欣賞一下吧。OK， 歡迎來到特10次的軟臥車廂。那實際上這個車的話，跟特8應該是同一批的車廂，所以裡邊跟特8就幾乎沒有任何區別。不過我們還是來看一看吧，可說的東西還是有一些的。整體的話就還是這樣吧，成局的25K，鏡子還挺乾淨的，然後上面非常熟悉的25K 的這種照明。
这个车的岁數應該跟我差不多，甚至可能比我還要稍微大一點，所以咱也不能多指望它什麼。比方說整個包廂裡邊最新的東西，保不齊是這個衣架，這成色還真挺好的。後邊這個15A、B、C， 這個是跑臥帶座的時候的座位號，就是 15A、15B、15C 這樣的。底下這個玩意兒呢，我一般管它稱為叫豎條床旗。這東西就是你白天你坐在鋪上的時候，你墊着這個東西，你就不會弄髒你的鋪。然後晚上的時候你要睡覺，你再把它拿掉，然後就該怎麼睡就好了。這邊，看起來以前像是貼有廣告，以及我的掛鈎遺跡呢。我這個被封住了螺絲孔呢？哦，不對，掛鈎還在。沒事了，是我傻了。我們還用的是傳統的窗簾兒，這個就比較舒服。然後燈亮燈，還行。這個按鍵的手感比特8那次要稍微好一些。廣播的音量調節藏在這個窗簾後邊。底下的話，這個窗戶擦的其實就是意外的很乾淨。就是怎麼說呢？當然這一面剛才沒有靠站台啊，但是另一面的窗戶，我自己覺得就是已經是免擦的水平。但是吧，這畢竟是一個歲數跟我差不多的車，所以呢就沒有插座了。剛才聽乘務員講了一下，這個車應該是和特269是一樣的，就是整列車只有軟臥的過道裡邊有應該是3個插座，所以就是硬臥的旅客也會跑到軟臥的過道這邊來充電，所以就今天的這個跌了一公斤，應該還是得靠我們自己了。三回霸占，我們在這兒臨時停車，估計是後邊有什麼東西追上來了。畢竟雖然我們的車廂最快能跑到140，但架不住前面當班的機車只能跑120，所以這一段估計就當我們自己是個 K 字頭的慢車好了。是這個東西的話，那要超就超吧。他們的優先級比我們高1頭半，這真得讓。更何況我們的時間極為充裕，實在不行再讓個貨車，估計也不會晚年。通常來說，軟臥過道兩端的門頭上會各有一塊屏幕來滾動播放一些諸如車次、車速之類的信息，但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特10這組 25K 實在是太老了，屏幕的位置上直接就是祝大家旅途愉快7個大字的貼紙，而後面的屏幕本體大概是已經沒有在維護了，這還真是頭一回見。不過這麼搞我倒是沒啥意見，畢竟現在很多別的列車即使有屏幕，也只是以各種 PPT 動畫效果滾動播放同樣的7個字，車次信息和車速甚至可能都不會顯示，所以在舊車上搞個貼得整整齊齊的貼紙也無妨啦。結果，即便中間臨停讓了一趟車，我們還是提早20分鐘抵達了廣安。這圖是真夠送的。問了一下列車員，今天這樣其實都不算到了特別早，有時候特10甚至會提早40分鐘就到廣安。如果國鐵能中途出站再回來接着坐，這個時間足夠我出去吃碗米粉，再買倆本地鹹皮蛋回來留着明天早上配粥。但顯然這裡不是歐洲，站台不能隨便進出，我們就留在車邊上透透氣好了。廣安早了20分鐘。這時刻表這到底是怎麼排的？剛才有沒有跑得特別趕啊？真夠冷。出廣安站不遠就能看到中儲糧的一座巨大糧倉，不知道之前在東北見過的那些糧食車會不會就是把糧食拉到這種東西裡儲存。不過這倒是提醒我了，現在差不多11點半，餐車已經開門了。前段時間剛剛吃過特8上成都客運段的餐車，今天咱們來看看特10的重慶客運段餐車有什麼不一樣的好東西。來餐車了，這餐車沒什麼人，但是今天看這個車的客流應該是比上次的特8要好，就不知道為什麼這個餐車就空蕩蕩。真餓呀！哇，這剛才應該是他們這個乘務員吃飯的時候，哇，這個香味兒直接就飄到軟臥那節車裡面，哇，那個香啊，這饞的呀！哎呀，要了一個水煮肉片，我們來看看這個重慶做法的水煮肉片是一個什麼風格。好，謝謝。好，沒事。米飯不可以加啊。好。哦，謝謝。好，不要。
重慶做法的水煮肉片还真的没怎么吃过。之前一直是比较熟悉的都是这个成都那边的。对，鱼香肉丝的肉丝混进去了。哇，这个比车8要辣。哇，好香的。它应该是加了豆瓣酱里边，有那个豆香味，然后也是有一些白糖来提鲜。哇，这个东西特别的香。麻劲儿会比四川那边的要稍微轻一点。我也抱住。哇，好吃。相比于特巴上差点把我麻翻的成都式水煮肉片，特实的重庆式水煮肉片花椒用的更少，没有那么麻，但是豆瓣酱的那种复合的豆香味会更重，调味取向上确实不太一样。垫在底下的包菜或者说圆白菜给整道菜增加了一些甜味，和豆瓣酱还真挺搭的。确实，在基于豆瓣酱的厚重调味取向下，包菜会比豆芽更合适。这一份的量，一个人要吃完的话，需要非常努力，2个中等饭量的人来吃应该刚刚好。总的来说，这顿午餐还是非常好吃的，绝对能上早霞铁路餐车红榜。不知道是不是成都局王牌列车的专属服务，软卧的每位旅客都会收到这么一瓶矿泉水。特巴当时也有，这个矿泉水竟然是西藏的，有一种回到了10几年前做京津城际拿5100的感觉。离开大洲后的这段風景比較一般，適合家長電腦幹活。軟卧的這張大桌子是真不錯，無壓力展開13寸的電腦，還能放塊硬盤，水和充電寶也有地方。對面鋪的小哥一直在睡，現在這張桌子全都歸我一個人，那就上會兒班吧。OK， 老樣子，我們快速過一遍。哎呀，這邊是那蹲坑，軟卧的話是一邊是蹲，一邊是坐，然後硬卧和硬座應該是全蹲。哎，鎖定好了。這邊廁紙很充足，這個還是可以的。然後剩下都是一些比較正常的東西，寬敞還算比較寬敞。燈呢也是非常有年代感的這種帶輪的。以及缺失的洗手台，缺失的洗手台，那個東西我覺得還是有點用處的。這整體上的話也沒有什麼特別特殊的，確實還可以。這個車是去年弄的 A3，好像是還可以。萬源這站很有意思，站台是個彎道，車廂兩端成了整個車廂離站台最遠的地方，所以上下車的時候要額外注意。但同時，車廂中間的位置幾乎貼到了站台的石頭上，所以中置車門的早期型 CRH-1A 應該會很喜歡這種站台。萬源整個城市都在山谷裡，車站修在半山腰上，在站台上就能看到山谷中的景色。而離開萬源後，列車就正式進入了大巴山核心區，高速公路和鐵路在重巒疊嶂的山脈間穿梭。我們現在行駛在2009年在全線開通的襄渝2線，也就是復線化後的襄渝新線上。窗外那個鋼橫架接襄陽的鐵路橋就是襄渝老線的橋，可以看到修建於上世紀70年代的老線還在使用老式的方形橋墩，這樣的橋墩在近些年新建的鐵路橋下已經見不到了。而隨着列車逐漸深入大巴山，窗外的地形也越來越豐富，越來越誇張。之前我曾在被很多人稱為偽裝成省份的山的貴州體驗過距離谷底幾百米高的高鐵橋，但我覺得襄渝線大巴山段的風景真的完全不遑多讓。歡迎來到陝西省，歡迎來到安康站。
到了這裡，我們其實就和上次特巴的軌跡碰頭了，只不過特巴是陽安線上來到這兒轉入西康線，我們的特時則留在襄榆線上繼續往襄陽走。雖然終點都是北京，但兩趟車服務的區域可謂完全不同。1個多月前坐特巴的時候，到這兒時已經入夜，所以這還是我第一次見到白天的安康。這麼說的話，下次就該看看找個機會出去在本地轉悠轉悠，吃點漢江的魚了。而說到漢江，安康出發後到日落前，漢江會一直陪在我們身邊，並且這一段的風景只有坐車次號最後一位是偶数的上行列車才能更好的欣賞。安康到襄陽這段，上行車走更貼近河道的襄榆老線，而下行車則會在新線上穿梭於無盡的隧道間，讓你即便想摸魚，也只會因為過於無聊而打開電腦繼續悶頭幹活。剛剛的深谷沟壑主要是壯觀，而這一段應該才是整條襄榆線上最漂亮的區間。線路緊貼着河道前進，要不是河岸上還有一些樹，真就有一種貼着河面飛行的感覺。本來這趟車我是打算留着後面专程去重慶玩的時候再拍的，接着特时要換 CR 200级，现炒餐车要消失的消息，我才緊急加開了這一趟，才意外欣賞到了這樣的風景。要是真留着做特久的時候再拍，估摸着現在我就應該在悶頭剪片子了。回锅肉、蒜苗、青椒，北京没怎么见过这色儿的胡萝卜。确实是有很重的豆瓣酱的味道。来点肉，嚯！看看这2刀肉这，哎呀，这是在这爽啊！哇，这个油脂的香气啊！这个炒的火候我觉得会稍微偏大一点，大的就香啊，太香了。好吧，这盘回锅肉确实香的我当时有點語無倫次。重慶回鍋肉跟成都的還不太一樣，成都那邊回鍋肉的配菜主要是蒜苗和菜椒之類的綠色系，重慶的就比較五顏六色，口感和層次也會更豐富一些，同時豆瓣醬的味道也會更重。關於哪種風格的更好吃，這個就完全看個人喜好了，但至少我面前的這一份真的香到完全擊穿想象。而且這一盤量不小，這盤一個人得使勁吃，2個人吃應該是剛剛好。不對，剛才這幾句好像不足以形容我到底有多喜歡這個回鍋肉，但是麥克風已經收起來了，再拿的話還得伸手進大包裡邊撈半天。算了，撈，這個回鍋肉實在是太好吃了，讚美之詞是不能吝惜的。哇，這個東西真的是這麥都摘了，我必須再把這個麥給弄回來。補充一句，這如果有國鐵餐車評比的話，或者說就是在我心裡的國鐵餐車評比的話，特時的這盤回鍋肉跟值100的鱸魚是一個級別。我這話撂這兒了，這東西跟值100的鱸魚就是一個級別的。這個回鍋肉這個東西怎麼可以做得這麼好吃？哇，這個不是，這就是香到我已經不知道該怎麼形容了。這，真的我把麥摘了，然後我又翻了半天把這麥拿出來，我都得補上那麼一句，這個真的太好吃了。再具體一點，這盤回鍋肉到底有多好吃？幾分鐘前我還說可能要2個人才能吃完，然後我自己就幾乎不費吹灰之力1個人掃乾淨了一整份。現炒餐車的飯有無數種讓你滿意的方式，比如值100鱸魚乾淨的口感和平衡的調味，比如直溜芋頭扣肉裡面吸飽湯汁的芋頭軟糯中撲面而來的肉香和芋頭香，再比如特巴水煮肉片中麻得我內啡肽爆表的超級花椒。但像特時回鍋肉這樣如一記直拳般乾淨利落的精準命中我多巴胺受體的還是頭一回。這就是繼已經消失的值100鱸魚後，我在綠皮餐車上最愛的一道菜，以後我一定會專程再來吃。分明已經吃完飯1個小時，在站台上看着餐車，我仍然會咽口水。歡迎來到十堰，我們的東北方向就是丹江口水庫，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起點，也是出產大量美味水庫魚的地方。對面鋪的小哥在這邊讀大學，我們一路聊了不少，他到這裡就下車了，願他學業順利，畢業前多享受享受這裡的美食。
現在進來的這輛車依然是從浔陽跟了我們一路的快262，不是那個262，那個262是飛機，這個262是火車。如果今天出現在這兒的是飛機的262，那咱們這輛車的運營方怕不是得改成德鐵。雖然我們是特快列車，比他們高一個等級，但快262還真就一路都咬住了我们，任我們怎麼跑也甩不開。其實也沒有辦法，襄渝老線最高運行速度就那麼多，而快262和我們都是同款和 1.3C 機車牽引，最後呢就只能一视同仁，大家一塊追着跑了。从十堰到襄陽有171公里，列車跑了2個小時整。我上次來襄陽還是去年年初跟拍一位乘警，今天是我第一次一個人到這裡。由於我們是從北邊進的襄陽站，一會兒又還得從北邊出去，所以新的機車會掛在之前的車尾拉我們。而這台新機車是什麼型號呢？對嘍，又是一台和 1.3C。没辦法啦，交柳線雖然也是南北幹線，但架不住這條線比襄渝線還要老，所以最高速度也只能跑到120公里每小時。到鄭州後，應該會有一台和 1.1D 準高速機車來接班，所以過了鄭州上京廣線後，我們應該就能跑滿25K 140公里每小時的限速了。襄陽作為重要的鐵路樞紐，擁有自己的機務段和巨大的襄陽北貨運車站，也能看到一些其他地方並不太容易見到的東西，比如韶山6B機車。如果是在白天，深紅色的塗裝在陽光下會顯得非常漂亮，但其實在新型和諧電乃至復興電機車遍地開花的今天，這些歲數跟我差不多的老家伙們已經來到了壽命的末期，正逐漸退役。除了個別幸運兒能被保存外，他們中的大部分都會在不久的將來變成鋼水，隱匿於歷史長河之中。雖然現在是晚上，但關於他們的影像還是能多記錄一些就多記錄一些吧。再過幾十年，這些畫面都會成為時代的見證，讓後人也能感受到他們真正工作時的飒爽影子。離開襄陽後，列車行駛在南陽盆地上，視野開闊許多，也能勉勉強強看到彎道中機車的大燈照亮夜空。不過我準備早點休息了，昨晚怕睡過頭漏成，所以睡得很差。今天晚上得好好休息了，時間不早了，那就晚安。早上好，现在差一刻8点。昨天晚上要说睡的其實還行，但是真夠冷的呀。這個過了南陽之後，我就感覺這個車一直往北開，然後這個寒氣也就透過窗戶往裡邊灌，不是漏風，它就是這個你離窗戶一近，這特別冷。早上要了碗麵，暖和暖和。其實我也不太清楚重慶本地的豌雜麵到底有沒有湯，但這個豌豆泥真的很好吃，有一點點土豆泥的感覺，但口感和味覺的層次都豐富得多。因為北京的豌豆黃更能感受到豆子的香氣，紅油的辣度呢也並沒有很辣，而是混合着香料與肉末的香。早上來這麼一碗，確實很巴適。凌晨4點多的時候，列車在鄭州站又進行了一次換掛換向。襄陽出發時的那台和 1.3C 也下班了，現在正在牽引我們的是一台鄭州局的和 1.1D 準高速電力機車。這台機車可以輕鬆拉18節更新一些的25T 客車跑到160公里每小時，所以我們25K 車廂140的最高速度終於差不多能跑滿了。京廣線北段客車和貨車的密度都極高，還是得盡量跑快一點，讓出後面的區間和時段，讓時間點不確定的貨車能擠進來，盡量往前跟一跟。哎，不是，這一路上來都是要麼早點，要麼超級早點，怎麼到了進北京前的最後一站涿州附近，突然就開始龜速爬，然後晚了10幾分鐘進涿州，幾個站又塞不下來，不應該呀！一路早點，然後在家門口突然延誤，就多少有點讓人繃不住。中午11點50分，特时次晚點23分鐘抵達終點北京西站。這一趟真的是享受了極其美味的3頓餐車，又欣賞了漢江的風光，是一場非常難忘的旅程。以後我一定會再來跑這輛車，帶着一群朋友一塊兒來吃。感謝一路上鐵路工人的服務與協助，也感謝各位能看到這裡，希望各位看得還開心。如果喜歡本期視頻的話，不妨點讚投幣、收藏、關注一波，你的支持會幫助我們產出更多更好的視頻。旅途辛苦啦，那麼我們
下期再见。